為什麼那些真正活得通透、活得自在、活得讓人羨慕的人，往往在親情裡看起來反而是最冷酷的那一個？你身邊有沒有這樣一種人，父母年年逼婚，催着生孩子，他不吵不鬧，只是淡淡的說一句，這是我的人生，然後該怎麼過還是怎麼過。兄弟姊妹三天兩頭來開口借錢，他不被那股愧疚感綁架，該幫的時候幫一把，不該幫的一分錢也不鬆手。孩子長大了要去遠方闖蕩，他不哭天搶地，不講什麼養兒防老，反而揮揮手說飛得越遠越好。逢年過節，全家人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開交，他卻坐在角落安安靜靜泡一壺茶，仿佛這一切的喧鬧都與他無關。旁邊的人會在背後悄悄議論，這個人怎麼這麼無情啊？是不是心太硬了？怎麼對自己的家人一點都不上心？可是奇怪的事情慢慢發生了。過了3年、5年、10年，你回頭再看，会發現一個讓人困惑的現象。當年那些把親情天天掛在嘴邊，把愛喊得震天響，把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都死死壓在家人身上的人，活得身心俱疲，滿腹怨氣，甚至到最後和最親的人反目成仇，老死不相往來。而那個看起來冷酷到底的人，卻和父母的關係越來越融洽，和孩子越走越近，自己也活得越來越輕鬆，越来越通透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難道我們從小被教導的那一整套東西，愛就是要全心全意，愛就是要捨己為人，愛就是要把對方的人生扛在自己肩膀上，全都搞錯了嗎？今天我們就要借助佛家2500多年的智慧，借助《金剛經》《心經》，借助禪宗那些流傳1000年的公案，借助緣起性空這4個字背後的法理，來揭開這個絕大多數人都不敢直面的真相。我必須先提醒你，這篇內容很可能會顛覆你對親情、對愛、對家庭的全部認知。但如果你願意聽到最後，也許你就會明白，為什麼真正的大愛看起來總是帶着那麼一點點冷。我們先來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最深的牢笼是什麼？很多人会說是金錢，是慾望，是名利。佛家講貪嗔癡3毒是一切煩惱的根源。可是你有沒有想過，在所有的執着當中，有一種執着是我們從來不敢去質疑，從來不忍心去懷疑，甚至會本能的去捍衛的，那就是親情，就是骨肉之情，就是那份血濃於水的牽掛。古代的高僧大德留下過一句話，叫做愛不重，不墮娑婆。意思是說，如果一個人对這個世間的愛，這份情執不是那麼地深重，他就不會一次又一次地墮入這個娑婆世界，在生死輪迴裡打轉。而在所有的愛裡面，最重的、最難割捨的，恰恰就是恩愛，就是親情。你看，我們會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貪財了，會檢討自己是不是太好色了，會懺悔自己是不是脾氣太壞了。可是有誰會去反省，我對孩子的愛是不是其實是一種執着？我對父母的牽掛是不是其實藏着一份控制？我對另一半的在乎是不是早就变成了一種占有？沒有人會這樣想，因為親情被我們供奉得太高了，高到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步。而這恰恰就是它最危險的地方，最深的執着，從來不會以慾望的面目出現，它一定會披上美德的外衣。它會告訴你，我這是愛，我這是為你好，我這是天經地義。當一個牢籠被裝點得像天堂一樣，你還會想着要逃出去嗎？你只會緊緊地抱住欄杆，還覺得自己無比幸福。佛家把人生的苦歸納成8種，其中有2種幾乎全部都和親情有關。一種叫求不得苦，父母拼了命想讓孩子按照自己設計好的路走，可是孩子偏偏不聽，這就是求不得。另一種叫愛別離苦，我們和最愛的人終究要面對生離，要面對死別，這就是愛別離。你越是執着，這2種苦就越是煎熬。我打個比方，執着就像是發燒，愛得越深，燒得越高。
一個高燒不退的人，他自己是很痛苦的，渾身難受，神志不清。而旁邊那些看起來冷靜的、清醒的人，其實只是退了燒而已。我們卻常常誤會，以為發着高燒、滿臉通紅、渾身發燙的那個人才是愛得最深的，而那個體溫正常、神色平靜的人是冷血。這個誤會，我們一錯就是一輩子。說到這種看起來最冷酷的選擇，我要先給你講一個你一定聽過名字，卻可能沒細想過的故事，那就是佛陀自己的故事。佛陀還沒成佛之前，本名叫悉達多，是一位尊貴的王子。他有一位美麗賢惠的妻子，還有一個剛剛出生的兒子。可是就在兒子降生的那一夜，他卻悄悄地走出了王宮，拋下了嬌妻幼子，獨自一人走進深山，去尋求那個能讓眾生徹底解脫的大道。你用今天的眼光來評判一下，這算什麼行為？一個男人在孩子剛剛出生、最需要他的時候，丟下妻子和襁褓中的嬰兒，離家出走，去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。這在很多人嘴裡，恐怕就是冷酷無情的典範，是要被千夫所指的。可是後來呢？6年之後，他在菩提樹下徹底覺悟，成就了佛果。而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就是回到了故鄉。他把自己證悟的真理傳給了他年邁的父親，傳給了養育他的姨母，傳給了他曾經拋下的妻子，也傳給了他的兒子。他的兒子後來成為了佛門中赫赫有名的尊者，他的妻子最終也證得了清淨的果位。他用一種看起來最決絕、最狠心的方式離開，卻最終給了他的家人這世間最珍貴、再也不會失去的禮物，那就是讓他們從生老病死的苦海裡徹底的解脫出来。你看，這就是冷酷與慈悲之間那個最深刻的悖論。眼前的不忍心，有時候恰恰埋着長遠的傷害，而一時的看似狠心，有時候反而藏着最深沉的成全。當然，我這樣講絕不是要鼓勵大家都拋家棄子去出家修行。佛陀的因緣是極為特殊的。我想說的只是，衡量一份愛到底深不深的標準，從來都不是你把对方抓得有多緊，賠得有多緊，而是你究竟有沒有真正給到對方他生命裡最需要的那樣東西。明白了這個悖論，我們再來看禪宗裡流傳最廣的一個故事。聽完它，你也許就能摸到一點門道了。故事說的是，有2位出家人結伴趕路，一個年紀大，一個年紀輕。那天剛下過雨，路非常泥濘。他們走到一條河邊，看見一位年輕的姑娘站在岸邊，急得團團轉。原來河水漲了，她又穿着長裙，怎麼也過不去。可她家裡有急事，非過河不可。年長的那位和尚二話不說，走上前去，說：“姑娘，我背你過河吧。”說完就把姑娘背了起來，趟過湍急的河水，到了對岸，輕輕把姑娘放下，然後招呼也不多打，繼續趕自己的路。年輕的和尚跟在後面，心裡就翻江倒海了。出家人不近女色，這是戒律啊！師兄怎麼能背一個年輕姑娘呢？他越想越別扭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可是又不敢開口，就這麼憋着。一路上走了好幾個時辰，臉色越來越難看。終於到了晚上要歇腳的時候，他實在憋不住了，質問年長的和尚說：“師兄，我們是出家人，不可以親近女色，你今天為什麼要背那個女人過河呢？”年長的和尚聽完，哈哈一笑，說了一句讓他終生難忘的話。他說：“我早就把那個姑娘放下了，你怎麼到現在還背在心上呢？”你品一品這句話，年長的和尚背了那個姑娘嗎？背了，他做了該做的事，舉手之勞，幫了一個有難處的人。可是過了河，放下，這件事就徹底結束了。他心裡不留一絲一毫的痕跡。而年輕的和尚身體上一根手指頭都沒碰到那個姑娘，可是他卻在心裡把那個姑娘整整背了1天，背得自己滿心煩惱，痛苦不堪。到底是誰真正碰了女色？到底是誰心裡不乾淨？答案不言而喻。這個故事
講的就是2個字：放下。但是請你聽清楚，放下不等於不做。年長的和尚並沒有因為要守戒律就見死不救，他該出手的時候毫不猶豫地出手了。放下的關鍵在於，做完之後能不能把它從心裡放下，不背着，不掛着，不糾纏。我們回到親情上來，所謂在親情裡冷酷到底的人，他冷酷的從來不是行動，而是那份多餘的、沉重的、沒完沒了的心理負擔。父母需要照顧的時候，他會盡心盡力的去照顧，可是照顧完了，他不會把那份委屈、那份犧牲、那份我為你付出了多少的賬本一直背在心上。逢人就翻出來算一算，孩子需要幫忙的時候，他会幫，可是帮完了，他不会把那份我養你不容易，你必須報答我的期待死死地壓在孩子的身上。有一位禪師曾經總結過修行人應該有的4種心態，講得特別好。第一，沒有非做不可的事；第二，沒有非你莫屬的事；第三，隨順因緣，能屈能伸；第四，隨時提得起，隨時放得下。你看這4句話，每一句都是在說放下。提得起是慈悲，是擔當；放得下是智慧，是通透。一個人如果只會提，不會放，那他遲早會被自己提起的東西活活壓垮。說到這裡，我們就要觸碰那個最核心也最讓人震撼的法理了。緣起性空，這4個字是佛陀在菩提樹下證悟的根本真理。他的意思是說，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山河大地、人情冷暖，包括我們自己這個身體，都不是憑空獨立存在的，而是由無數的因緣條件臨時聚合在一起，才顯現出來的一個假象。因為是條件聚合，所以條件一旦變了、散了，這個東西也就跟着變了、散了。它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可以讓你牢牢抓住的內核，這個沒有就叫做空。請注意，空不是說什麼都沒有，不是說一切都是虛無，空是說一切都在不停地流動變化，沒有一樣東西是你可以永遠佔有、永遠掌控的。華嚴經裡有一句話叫做知家性空，免其逼迫。一個人如果真正明白了家這個東西本質上也是因緣聚合的，是空的，那麼他就能從家所帶來的那種逼迫感、那種令人窒息的壓力裡解脫出來。這話聽起來很玄，我們把它落到實處。什麼叫家是空的？意思是說，你的孩子並不是你的，他只是借由你來到這個世界，他有他自己的人生、自己的緣分、自己的因果。你的父母也不是你可以永遠擁有的私產，他們有他們的生老病死，有他們自己的軌跡。就連你的另一半也不是你買回來的一件物品，它是一個獨立的、完整的、和你平等的生命。金剛經裡那句最有名的話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我們執着的那份永恆不變的親情，那份你永遠是我的，我永遠是你的承諾，本身就是一個我們自己編織出來的相，是一個美麗的卻不真實的幻覺。世間沒有不散的筵席，沒有不變的關係，有生就有滅，有聚就有散，這是天地間最樸素也最殘酷的規律。明白了這一點的人，在外人看來是不是有點冷酷？因為他不再說那些海誓山盟的傻話，不再做那些抓得死死的動作，可是他的內心卻因此獲得了真正的平靜。他不再恐懼失去，因為他知道從一開始他就不曾真正擁有過什麼，他只是珍惜當下的這份緣，緣聚的時候好好相待，緣盡的時候坦然放手。這份坦然，這份不抓取，在那些還在發着高燒的人眼裡當然是冷酷，但這恰恰是看清了真相之後最大的慈悲。關於親情的緣分，佛家還有一個說法講得很有意思，也很深刻。他說，人與人之間之所以會聚成一家人，背後其實有4種緣：報恩、報怨、討債、還債。什麼意思呢？報恩是說這位親人
前世受過你的恩惠，這一世來報答你的，所以他孝順，他貼心，讓你省心。抱怨正好相反，是前世結過怨仇，這一世來討個說法的，所以他叛逆，他讓你操碎了心，處處跟你對着幹。討債是你前世欠了他的，這一世他來把賬要回去。還債是他前世欠了你的，這一世來還給你。你先不用管這個說法是真是假，你就把它當成一個看待親情的全新角度。當你用這個角度去看，你會發現很多糾纏，很多怨恨，一下子就鬆動了。那個總是跟你作對的家人，也許只是來了結一段舊緣的，那段緣了結了，散了也就散了，不必那麼痛苦，不必那麼放不下。緣聚的時候好好珍惜，缘盡的時候坦然祝福，把每一段親情都看成是一場有始有終的相遇，而不是一份必須抓到天荒地老的所有權。這樣一想，你心裡那份沉甸甸的執着是不是就輕了許多？那個被說成冷酷的通透之人，他不是不重感情，他只是深深地懂得，所有的相聚都是緣分的恩賜，而所有的離散也都是緣分的歸宿。他來的時候好好相待，他走的時候揮手作別，這份隨緣在不懂的人看來是無情，在懂的人看來是看透了聚散離合之後最大的釋懷。講了這麼多放下，講了這麼多隨緣，你心裡可能會冒出一個很實際的疑問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是為什麼就是做不到呢？為什麼明明知道抓不住，還是忍不住要抓？這就要說到佛家看得最透也最難承認的一個東西了。在我們所有執着的最底層最深處，藏着一個最頑固的根，那個根佛家給它取了一個名字，叫做我執。什麼是我執？就是我們打從心底牢牢地認定有一個真實的獨立的不變的我存在，這個我要被滿足，要被肯定，要被保護，要永遠地延續下去。我們對家人的那份執着，說穿了，很多時候並不是真的為了家人，而是為了這個我。你看，我的孩子要有出息，這樣我才有面子；我的父母要聽我的話，這樣我才覺得自己被需要，自己有價值；我的另一半不能離開我，這樣我才不會嘗到被拋棄的滋味。我們把家人當成了餵養這個我的養料，當成了證明這個我存在的鏡子。一旦家人不照着我們的劇本走，我們感到的那份痛苦，那份憤怒，其實很多時候傷的不是愛，而是那個被冒犯了的我。可是缘起性空這個真理，最終要戳破的，恰恰就是這個我。佛家說，諸法無我，這個你以為堅固無比的我，同樣是因緣聚合的假象，同樣是空的。當一個人真正看破了这一層，他對家人的那份控制，那份佔有，那份患得患失，就會像被釜底抽薪一樣，從根上鬆動了。因為他終於明白，沒有一個非要被滿足的我，自然也就沒有那麼多非要抓住不可的東西。那個被說成冷酷的通透之人，他不是不愛家人，他只是先放下了那個沉重的我，所以他的愛才不再是為了餵養自己，而是真正的為了對方。這份卸下了我執的愛，輕盈、乾淨，不帶鈎子。在那些還死死抱着我不放的人看來，這份輕盈自然就成了冷酷。聊到緣分，我們就必須講清楚一組最容易被搞混的概念，那就是慈悲和貪愛到底有什麼不同。我們嘴上天天說的愛，其實絕大部分是佛家所說的貪愛，是情執，是恩愛裡的那個染着。這種愛有幾個非常明顯的特徵，它是有條件的，你要聽我的話，我才愛你；它是占有的，你是我的，你只能屬於我；它是控制的，我都是為你好，所以你必須照我說的做，它是要回報的。我為你付出了這麼多，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？你發現沒有？這種愛看起來轟轟烈烈，可是它的原心始終是那個我的孩子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家，我的面子，我的期待。他愛的
其實是自己投射在對方身上的那個影子。而慈悲呢？慈悲是另一回事，慈悲是無條件的，不管你變成什麼樣，我都希望你好。慈悲是給予自由的，他不抓取，不占有，他希望對方能夠展翅高飛。慈悲是不求回報的，我幫你是因為你需要，而不是為了讓你欠我一份人情。慈悲的原心是对方真正的長遠的福祉。現在你就明白了，為什麼真正的大愛看起來總是有點冷，因為慈悲不抓不鬧，不演那一出占有的大戲，他安安靜靜的給予，又安安靜靜的放手。他和那種熱烈的戲劇化的貪愛放在一起，當然就顯得冷冷清清。我給你舉一個最扎心的例子，養兒防老這4個字到底是慈悲還是貪愛？你仔細想想，它本質上是一場投資，是一筆交易。我現在養你，是為了你將來給我養老送終，是要連本帶利收回來的。這裡面藏着精明的算計，藏着沉甸甸的期待，這就是貪愛。而真正的慈悲是把一個孩子養大，教他獨立，教他善良，然後放他去過自己的人生，不求他任何回報。前一種愛把孩子变成了自己晚年的保險，後一種愛把孩子变成了一個自由的人。我們的老一輩常常掛在嘴邊一句古話，叫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為兒孫作遠憂。這句話聽起來像是隨口的勸慰，可它背後的智慧深得驚人。他說的是什麼？他說的是每一個孩子，每一個孫子都有他自己的福分，自己的命運，自己的因緣。他這一生要走什麼樣的路，要受什麼樣的磨練，要享什麼樣的福報，自有他自己的因果在運轉，根本輪不到我們去操那份心，更替不了。我們以為自己安排的天衣無縫，替孩子把每一塊絆腳石都搬開，把每一條路都鋪平，可結果呢，往往是費盡心力，孩子卻並不領情，甚至因為從來沒有自己摔過跤，反而失去了在風雨裡站穩的能力。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父母，操勞了一輩子，把所有的積蓄，所有的精力全都耗在了兒女身上，到老了自己一身病痛，一肚子委屈，換來的卻是兒女的疏遠和埋怨。這份愛不可謂不深，可他為什麼結出了這樣的苦果？因為這裡面少了一份放手的智慧。把孩子的人生扛在自己肩上，看起來是偉大的犧牲，實際上是剝奪了孩子自己長大的權利，也壓垮了自己本該安享的晚年。那個通透的父母，他不是不愛兒孫，他只是深深地相信兒孫自有兒孫福这句話。他把該交的交了，該給的根基給了，然後就鬆開手，含着笑，看着孩子去過他自己的人生。他把省下來的精力用來照顧好自己的身體，過好自己的晚年。這份看起來有點冷的放手，其實是給了孩子最大的尊重，也是給了自己最大的慈悲。佛經裡有一個故事叫殺子求子，聽起來很荒誕，卻一針見血。說從前有一個人，本來有好幾個兒子，其中一個不幸夭折了。這個人悲痛欲絕，竟然動了一個瘋狂的念頭。他想，已經死了一個，數目就不齊整了，不如把剩下的孩子也犧牲掉一個，湊成原來的數，再一起重新找回來。旁邊的人聽了都覺得他瘋了。你可能会笑，天底下哪有這麼蠢的人？可是你再仔細想想，我們在親情裡是不是也常常幹着類似的蠢事？因為害怕失去，所以拼命抓取，結果反而把好好的關係給抓壞了。因為一個地方不滿意，就否定全部，把本來還挺溫暖的感情親手給毀掉。執着這個東西一旦上了頭，是會讓人喪失理智的。它會讓你為了一個虛幻的圓滿，去親手傷害眼前真實的幸福。說到慈悲，我們其實只說了一半。佛家講的圓滿的愛，不是只有慈悲2個字，而是4個字：慈、悲、喜、捨。這4個字被稱為四無量心，是衡量一份愛到底有多大、多深的標尺。慈是真心希望對方快樂，
並且願意給他帶來快樂。悲是看到對方受苦，真心希望能拔出他的痛苦。這2個我們多少還能理解，喜就比較難了。喜是看到对方好，看到对方比自己還好，還過得幸福，你能夠由衷地替他高興，沒有一絲一毫的嫉妒和酸味。你想想，在家庭裡，兄弟姊妹之間能做到這份喜的人有多少？很多人對外人的成功還能祝福，可是對自己最親的人过得比自己好，心裡反而五味雜陳。這就是喜這一關特別難過。而第4個字捨才是今天我們整篇內容真正的鑰匙。捨是什麼？捨就是平等，就是放下分別，放下偏執，放下那種強烈的黏着的患得患失的情緒。捨是一種不偏不倚、不抓不拒的從容。請注意，捨絕對不是捨棄，不是不管不顧，捨是把那份過於濃烈、過於沉重，會把人壓垮，會把關係勒死的執着給鬆開，讓慈悲喜這3種美好的心能夠保持得長長久久，不會因為太用力而變質，不會因為太黏着而枯竭。你發現了嗎？我們這篇內容從頭到尾講的那個看起來冷酷的通透之人，他修的其實就是這個捨字。他不是沒有慈悲，他的慈悲還在，而且很深，他只是在慈悲的外面加上了一層捨，這層捨讓他不被情緒淹沒，不被執着捆綁，所以才顯得那麼平靜，那麼從容。在不懂的人看來，這份捨是冷漠，可在佛家看來，捨恰恰是四無量心裡境界最高的那一個。沒有捨，前面的慈悲喜遲早會變成沉重的負擔，變成傷人傷己的執着。有了捨，這份愛才能真正的無量無邊。講到這裡，我必須鄭重地澄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否則就太容易被誤解了。我們今天說的這種冷酷，這種放下，和真正的冷漠、自私、逃避是完全兩回事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什麼是假的冷漠？假的冷漠是該你承擔的責任，你卻推三阻四，能躲就躲。父母真的病了，需要人照顧，你卻拿一句個人有個人的因果當擋箭牌，溜之大吉。這不叫放下，這叫不負責任，這叫無情。真正的放下，前提是你先盡到了該盡的本分。你回想一下，那個老和尚是先把姑娘背過了河才放下的，他可不是看到姑娘有難轉身就走，還美其名曰我不執着。所以你看，真放下和假冷漠最大的區別就在2點。第一，在行動上，你有沒有盡心盡力的去做那件該做的事？真放下的人做事的時候比誰都認真，比誰都周到。假冷漠的人是連事都懶得去做。第二，在內心裡，你放下的到底是執着，還是連慈悲一起放掉了？真放下，放下的是占有、控制和算計这些雜質，留下的是那份溫暖的慈悲。假冷漠是連最基本的善意和關懷都丟掉了，心是硬的，是涼的。一個是把愛裡的雜質提純了，留下了最純粹的部分；一個是把愛連同那個容器一起扔進了垃圾桶。前者是大智慧，後者是真無情。千萬不要拿放下當作逃避責任的借口，那是對這份智慧最大的褻瀆。真正通透的人，他伸出的手是溫暖的，他做的事是周到的，只是他的那顆心是自在的，是不被綁住的。順着這個話題，我們不得不談一談我們文化裡特別講究的那個字孝。孝順父母，這當然是天經地義的美德。可是孝也分2種，一種是真孝，一種是愚孝。這2種差別大了去了。什麼是愚孝？愚孝是不分對錯，一味的順從，父母說什麼就是什麼，哪怕父母的要求是錯的，是會害了你的，你也咬着牙照做，還覺得這就是孝。父母用情緒來逼迫你，你乖乖就範，把自己的人生、
自己的幸福全都犧牲掉，去填補父母那個永遠也填不滿的期待。這不是孝，這是糊塗，是用孝的名義行自我毀滅之實。多少人不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，不敢和不合適的人分開，不敢拒絕父母不合理的安排，背後其實都是這兩個字：愚孝。那什麼是真孝？真孝是發自內心的尊敬和關愛父母，在他們需要的時候給予實實在在的照顧和陪伴。但同時，真孝是建立在兩個獨立人格之上的。你尊重父母，父母也應当尊重你是一個獨立的成年人。真孝不是把自己变成父母的附庸和工具，而是先把自己活成一個健康的、完整的、幸福的人，然後再用這份豐盈去溫暖你的父母。一個自己都活得擰巴痛苦的人，是給不出真正的孝的，他只會把那份痛苦又原封不動地傳遞回給父母。那個被說成冷酷的通透之人，他行的往往才是真孝。他會在父母生病時衣不解帶的照顧，可是他也敢於對父母不合理的控制說一個不字。在愚孝的人眼裡，敢對父母說不，就是大逆不道，就是冷酷。可只有這樣，才能讓兩代人之間的愛，從一種上對下的控制與服從，升級成一種平等的、互相尊重的、真正成熟的關係。講完了佛家的智慧，你可能會覺得這些道理是不是太古老、太玄妙了？離我們的現實生活是不是太遠了？我告訴你，一點都不遠。現代心理學用完全不同的語言，得出了和佛家幾乎一模一樣的結論。在1997年，有一位心理學家提出了一個概念，叫做情緒勒索。後來這個詞傳到了我們這裡，很多人一聽就懂了，因為它太真實了。情緒勒索是說什麼呢？就是有些人會利用你的情緒來控制你，逼你就範，而他們用的工具被總結成3樣東西：恐懼、義務，還有罪惡感。你想想看，在哪一種關係裡，這3樣工具最好用？答案就是親情，因為親情是控制最完美的掩護。我是為你好，這是義務。我辛辛苦苦把你養這麼大，你就不能聽我一次嗎？這是罪惡感。你要是不照做，就是不孝，就是沒良心。街坊鄰居都會戳你的脊梁骨，這是恐懼。當這3樣東西像一張網一樣向你罩過來的時候，絕大多數人都會繳械投降。而那個被旁人說成冷酷的通透之人，他做了什麼？他只是拒絕了這場勒索而已。他能夠清醒地分辨哪些是我的責任，哪些不是。屬於對方的責任，他會穩穩地還給對方。他不會因為一句你不孝就慌了神，就背上一個本不屬於他的罪名。這份清醒，這份不被愧疚牽着鼻子走的定力，在勒索者的眼裡，當然就是冷酷，就是無情。心理學裡還有一個特別形象的詞，叫善霸。我們都知道惡霸，惡霸人人喊打，可是善霸更難對付。善霸是打着我都是為你好的旗幟，用一片好心當作武器來干涉你的人生。你還沒法反抗，因為你一反抗，就顯得你不識好歹，辜負了人家的好意。多少人的一輩子，就是被這些善霸用愛的名義，一點一點地消磨掉的。那麼，破解的辦法是什麼？心理學給出的答案是建立界限，把屬於自己的責任和情緒留給自己，把屬於對方的責任和情緒還給对方。這聽起來是不是和佛家講的因果，講的個人有個人的業，講的自散自度是同一個意思？而最有意思的是，現實會給你一個出人意料的反饋。很多人發現，當他終於鼓起勇氣劃清了界限之後，對方反而開始尊重他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一個人如果10次有9次都聽話，那麼他偶爾一次不聽話，就會被當成大逆不道。可是如果他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原則和底線，對方反而會慢慢習慣，慢慢學會尊重。你看，那份看似冷酷的界限，非但沒有破壞關係，反而把一段快要在怨氣裡腐爛掉的關係給救了回來。那些把愛和糾纏劃等號的人，往往陷在一種叫做共依存的狀態裡。2個人就像糾纏在一起的藤蔓，痛苦萬分，卻又難分難捨。
誰也離不開誰，誰也活不成自己。而通透的人是兩棵獨立的樹，根在地底下默默相連，彼此滋養。可是樹幹各自向着天空生長，風來的時候各自有各自的搖曳，這才是健康的能夠長久的關係。現代心理學裡還有一個和佛家智慧不謀而合的概念，叫做課題分離。他說的是，這個世界上的每一件事，每一個煩惱背後都連着一個課題，而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清楚這到底是誰的課題。怎麼分？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判斷標準，看這件事的後果最終是由誰來承擔的。如果一件事的後果是由對方来承擔的，那它就是對方的課題，而不是你的。舉個例子，孩子要選擇什麼樣的科系，要不要和某個人結婚，要過一種什麼樣的人生，這些選擇的後果最終都是由孩子自己來承擔的。所以這是孩子的課題，不是你的。你可以提供你的看法，你的經驗，但你沒有權利，也沒有能力去替他做決定，去強行扭轉他的人生。同樣的，你的父母想要過一種什麼樣的晚年生活，想要怎麼花他們自己的錢，那是他們的課題。你可以關心，可以建議，但你不能用你的標準去硬性綁架他們的選擇。我們家庭裡99%的痛苦都來自同一件事，那就是不停的、粗暴的闖進別人的課題裡去。我們替孩子焦慮他的課題，替父母操心他們的課題，替伴侶承擔他本該自己面對的課題。結果呢，我們把自己累得半死，還落得個多管閒事、惹人厭煩的下場。當然，課題分離絕不是要你變成一個事不關己、冷眼旁觀的人。分清楚課題的歸屬，不代表從此就袖手不管。它真正的意思是，在對方的課題上，你要從一個發號施令的主導者，退回到一個溫暖的陪伴者。孩子要走他自己的路，你管不了，但你可以告訴他，無論你走到哪裡，累了倦了，家的门永遠為你開着。父母要過他们的晚年，你綁架不了，但你可以在他們需要的時候隨時出現在他們身邊。你看，這不是冷漠，這是一種更高級的、更有分寸的愛。那個被說成冷酷的通透之人，他只是守住了課題分離這條線而已。他把自己的課題認認真真的做好，他把別人的課題帶着尊重，輕輕地還給別人。這份清清楚楚的界限感，在那些習慣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的事也是你的事的人看來，當然就是冷酷，就是生分。可恰恰是這份生分，才讓每一個人都能堂堂正正的為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來。聊到這裡，我們其實已經觸碰到了那個最深的執着，那就是控制。我們對家人最大的執着，往往不是想擁有他，而是想控制他，控制他的選擇，控制他的人生，控制他的喜怒哀樂。我們總覺得我是為你好，我比你更知道什麼对你最好，所以你要按我說的來。佛經裡有一個故事，特別能說明這件事。說有一個修行人神通廣大，他來見佛陀，雙手各拿着一棵開滿花的樹，想要供養佛陀。佛陀看着他，只說了2個字：放下。修行人就放下了左手的那棵樹。佛陀又說放下，他又放下了右手的那棵樹。佛陀第3次說放下，修行人就糊塗了，說我2隻手都空了，已經沒有東西可以放了，你還要我放下什麼呢？佛陀說，我讓你放下的從來就不是你手裡的那2棵樹，我是要你放下你的6根、6塵、6識，放下你心裡所有的執着和分別。我們對家人的控制欲，就是那雙怎麼也放不下的手。我們死死地攥着對方的人生，想要替他安排好一切，想要替他避開所有的坑。可是缘起的法則告訴我們，一個人的命運是由他自己無數的因緣和選擇共同造就的，外人根本無法真正控制。你越是想控制，就越是会撞上那堵叫做求不得的牆，把自己撞得頭破血流，鬱悶不堪。那個通透的人，他放下了這雙手，他允許父母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變老，
哪怕那種方式他並不認同。他允許孩子去走彎路，去摔跟頭，因為他知道有些路是別人替不了的，有些跟頭是必須自己摔過才會成長的。他允許每一個家人成為他自己，而不是成為自己想要的那個樣子。這份允許在控制欲很強的人看來，簡直就是不負責任，就是冷酷。可這恰恰是最深的尊重，也是面對緣起這個真相時唯一清醒的選擇。《金剛經》裡那句最究竟的話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意思是去做你該做的事，去愛你該愛的人，但是心不要停留，不要粘着在那個結果上，盡力，然後隨緣。這短短幾個字是放下控制之後一個人能夠抵達的最高境界。我們再來說說夫妻關係，這往往是執着的終極考場。很多人把婚姻活成了一場占有，把另一半當成我的人，當成提款機，當成永遠不會離開的工具人。一旦對方有了一點自己的空間，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朋友，就疑神疑鬼，醋意大發，非要把对方牢牢地拴在身邊不可。這種愛看起來濃烈，其實是一種變相的囚禁。被囚禁的人想逃，囚禁別人的人也累，兩個人都困在一座牢裡。關於放下，宋朝的大文豪蘇東坡留下過一個非常有趣的公案。有一天，他覺得自己修行很有境界了，寫了一首詩，裡面有一句叫“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”，意思是說，世間的八種風，無論是稱讚還是譏諷，都動搖不了我了。我穩穩地坐在那裡，如如不動。他得意洋洋，派人把詩送過江去，給他的好朋友佛印禪師看，想等着被誇獎。佛印看完，提筆在上面寫了2個字，就讓人帶回去了。蘇東坡打開一看，氣得不行，上面寫的竟然是放屁。他立刻坐船過江，要去找佛印理論。結果佛印早就笑着在門口等他了，說了一句：“你不是八風吹不動嗎？怎麼一個屁就把你打過江來了？”蘇東坡當場就愣住了，羞愧不已。你看，連我已經放下了這個念頭本身，都是一種放不下，都是一種執着。我們在親情裡，在夫妻關係裡，又何嘗不是如此？我們總覺得自己付出了，自己很委屈，自己很偉大。這些念頭本身就是把我們困住的繩索。那真正通透的夫妻關係是什麼樣的呢？是2個人在一起，卻不互相捆綁。是我深深的愛你，但我也尊重你是一個獨立的、會變化的、有自己靈魂的人。佛家有一個說法叫自傘自渡。下雨的時候，每個人都要撐自己的傘，沒有人能替別人遮一輩子的雨。你救不了你的另一半，你只能陪伴他，支持他，但他人生的功課終究要他自己去完成。懂得這個道理的人，在婚姻裡會給對方留出空間，會接納對方本來的樣子，而不是拼命想把對方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樣。他甚至能夠平靜地接受緣分是會變化的這個可能。這份鬆弛，這份不抓取，在那些把占有當作愛的人看來又是冷酷。可偏偏是這種握得鬆鬆的愛，才能握得最久。攥得太緊的紗，反而會從指縫裡全部漏掉。接下來，我們要面對親情裡最沉重也最躲不開的一關了，那就是生死別離。我們前面講過，人生8苦裡有一苦叫愛別離。無論你和父母的感情多麼深厚，你終究要面對他們老去、離去的那一天。無論你多麼疼愛你的孩子，你也終將先他們一步告別這個世界。這是緣起性空這個法則最無情也最公平的展現。有生必有死，有聚必有散，沒有任何人可以例外。那麼，一個還死陷在執着裡的人是怎麼面對死別的？他會被巨大的悲痛徹底擊垮，他會覺得整個天都塌了，他會在很長很長的時間裡走不出來，甚至會怨天尤人，覺得老天爺為什麼偏偏要這樣對我？因為在他的世界裡，那個人是他緊緊抓住的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。那個人走了，就像是把他身上的一塊肉硬生生地撕了下來。而一個通透的人呢，他並不是不悲傷，
請你一定要聽清楚，放下執着，絕不等於把自己變成一塊沒有感情的石頭。失去至親，他一樣會落淚，會難過，這是人之常情，這正是慈悲，是真情。但是他的悲傷裡沒有那份天崩地裂的執着和怨恨，因為他早就明白，每一段緣分都有它的期限，相聚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場恩賜，而不是理所當然。所以他能夠帶着感恩，帶着祝福去送別。他會把对逝者的思念化成好好活着的力量，而不是把自己也一起拖進痛苦的深淵。他知道，对逝去之人最好的紀念，從來不是讓自己也跟着垮掉，而是替他把這剩下的人生好好的、認認真真的過下去。這份在生死面前的從容，是用一輩子的看破和放下換來的。他看起來是冷靜的，甚至有點冷酷的，可這份冷靜的背後，是一個人對生命最深的理解和最大的慈悲。也許講到這裡，你已經被說動了，你也想試着做那個通透的人，可是你會問，這麼高深的境界，我一個普通人從哪裡下手呢？道理聽懂是一回事，真正能在生活裡做到又是另一回事。別急，佛家其實留下了很多可以一步一步去練習的方法，我簡單的跟你分享3個，你今天就可以開始試。第一個叫做關照。當你又一次因為家人的事情，心裡升起那股強烈的情緒，想要去控制，想要去爭辯，想要去抓取的時候，先別急着行動，停下來，往內看一眼，問問自己，我現在這股勁到底是慈悲還是貪愛？我這麼做是真的為了他好，還是為了滿足我自己？就這麼輕輕一問，很多衝動當下就會鬆掉一大半。看見本身就是一種化解。第二個叫做練習說不，從一件小事開始，試着拒絕一個你其實並不情願卻一直勉強自己答應的要求，你會發現天並不會塌下来。对方也許会不高興一陣子，但很快就會習慣。每一次你守住自己的界限，你內心那份不被愧疚牽着走的定力就會多長一分，這份定力就是通往自在的台階。第3個叫做練習祝福。當你看着家人去做一個你並不認同的選擇，當你忍不住想要插手，想要替他安排的時候，試着把那句到了嘴邊的我都是為你好咽回去，換成一句默默的祝福，祝你平安，祝你順利，這條路是你選的，我尊重你。把控制的手放開，換成祝福的心。一開始你會很不習慣，甚至會焦慮，可是練得久了，你就會嘗到那份放手之後的前所未有的輕鬆。這3件事看起來簡單，做起來卻是一輩子的功課。但只要你願意開始，哪怕只是一點點，你都會發現那個壓在你心頭多年的名叫執着的大石頭，正在一寸一寸的鬆動瓦解。好了，講到這裡，我們終於可以回答最開始那個問題了，到底什麼才叫做活得通透？有一位法師學佛幾十年，把自己最大的體會濃縮成了簡簡單單6個字：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看破是看破那個幻覺，看破親情並不是一份可以永恆占有、永遠不變的私產，看破一切的相都是因緣聚合的暫時顯現。放下是放下那份執着，放下控制，放下占有，放下那本算來算去的人情賬，放下被恐懼、義務和罪惡感編織成的那張網。自在是放下之後自然湧現出來的那份從容和輕鬆。一個達到了這種境界的人，他在外人看來是冷酷的，可是你要明白，他冷的從來不是對人，而是對執着。他对眾生、對家人懷着的是最深的、最廣的慈悲，他只是对自己心裡那團名叫執着的火冷酷到底，澆滅了它而已。對執着冷酷，對眾生慈悲，這就是通透的人最大的秘密。心經裡有一段話是整部經的點睛之筆：心無掛礙，無掛礙故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。掛礙是什麼？
就是我們心裡對家人那份扯不斷、理還亂的牽掛、擔憂、放不下。當一個人的心沒有了這種沉重的掛礙，他就沒有了恐懼，沒有了害怕失去的恐懼，沒有了求而不得的恐懼，他也就遠離了那些把假當真、把無常當永恆的顛倒夢想。這個時候，他的內心才是真正的清涼、自在、圓滿。現在，我要說出那個絕大多數人窮其一生都不敢直面的真相了。那個真相是，我們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那種愛，那種捨己為人的犧牲，那種至死不渝的佔有，那種我都是為你好的控制，那種轟轟烈烈的戲劇化的牽掛，很可能根本就不是愛，它只是一份貪愛，一份情執，戴上了一張名叫慈悲的面具。我們之所以會把真正的慈悲誤認為是冷酷，是因為我們已經發了一輩子的高燒，早就忘記了體溫正常到底是什麼感覺。那個被我們指指點點說他冷酷的人，他沒有病，是我們還在燒。所以請不要再誤會那些在親情裡看起來冷酷的人了。真正的冷酷是对自己心裡的執着，冷酷到底一點都不顧惜。而真正的溫柔是把自由還給家人，溫柔到底，一絲都不勒索。說到最後，這篇內容並不是要你變得無情，不是要你拋下家人，更不是要你和親情一刀兩斷。恰恰相反，他是想告訴你，你完全可以好好的愛你的家人，盡心盡力的承擔起家庭的責任，但同時，請你在心裡輕輕的把那份多餘的執着放下，提得起家庭的擔子，也放得下心頭的掛礙，這才是一個成年人最高級的活法。其實啊，最深的愛從來都不是把对方緊緊地攥在手心裡，攥得你疼，也攥得他疼。最深的愛是慢慢的、慢慢的張開你的手掌，含着笑，看着他自由自在地飛向屬於他自己的那片天空，然後在自己的心裡像那位過了河的老和尚一樣，輕輕地把它放下。放下了，你就自在了。而当你自在了，你会驚訝地發現，你和家人之間那份愛不但沒有變淡，反而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澈、溫暖而又自由。